番外之东华帝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前几日我们讨论了四海八荒男神们吃醋的事，这次就来谈谈另一个问题——护妻。说到这件事，首先还是要提几个代表人物：天君夜华、四海水君连宋、战神墨渊和东华帝君。细心的朋友都会发现，这回少了之前喝醋 F4 里的烟池雾，多了个墨渊，原因十分简单粗暴，小燕没有老婆，而墨渊最近刚与邵婉重修旧好，趁热打铁娶了她，光荣跻身护妻 F4 之一。这4位男神被公认为是天底下最宠的自己老婆的，但感觉各有不同。夜华君无疑是个情种，对白浅那叫一个至死不渝，各种情话手到擒来，无师自通，人前人后都不掩饰爱意。天后说一，他天君也不敢明着说二，私下里在推倒爬床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如果说本来木讷的夜华是被他三叔领进门，后来修行靠个人的，那他三叔连宋君就绝对是个风流倜傥、通透豁达的。他与程昱有些一段不怎么愉快的前缘，本来都两相安好了，好在后来又被帝君硬凑了一段凡世情缘，最终得成善果。他们是相爱的，彼此太过了解，太过熟悉，每天不逗逗他就吃不香睡不好，逗又有个限度，不可真惹急了他，一看他要发火，赶紧各种陪笑脸认怂，再怎么不靠谱，底线都是不能真伤了他。这便是连宋君。说完这么两位有趣的，再说墨渊上神就显得有些无趣了。这个父神嫡子长得跟夜华一模一样，却比他还板正木讷，他深爱着邵婉，却伤了他的心，好不容易等回他，哄好他，把他娶到手，那还不得好好宠着疼着？只是这位上神实在太不善言辞，不像他胞弟夜华那般会说什么宝贝甜蜜饯，只是默默守着心爱之人，付出他的一切。好在邵婉也不是白浅，豪爽的像个汉子，就吃墨渊少说多做的实用主义这套。好了，其实说这么多，前3位都只是抛砖引玉，毕竟我们的主角还是最后这位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一念成魔，一念成佛，既杀伐决断，铁骨铮铮，又清心寡欲，先自绝尘，还用情至深为挚爱，以心相托的东华帝君。无论是辈分地位，还是智商，还是武力值，帝君若认第二，四海八荒怕是没人敢认第一了。他征战四海，以杀止杀时，战神墨渊也只是打打下手，其他2人更是还没出生呢。虽然卸下天地共主的位子，退居太晨宫，但只要有他在一日，就有着震慑四海的效果。这样一位有着无比传奇的过往，贴着不理红尘标签的老铁树，竟为一只小狐狸开花了。开了花的帝君是四海八荒中把双标做到极致的一位。他眼里就2种人，一是九，二是除了他之外的其他人，后来有了孩子，可能要算第3种了。他既与夜华一样爱粘人，又不像他那般磨磨唧唧，既像墨渊那般以实际行动为重，又比他会说好听话，既像连宋那样通透，却又绝对没有一点不靠谱。总结一下，前3位的优点他都有，缺点就没有，唯一的缺点就是爱吃飞醋，不过凤九觉得可爱，也不算缺点了。但是他并不只是其他人优点的结合体，他有自己鲜明的风格，比如毒舌，比如套路，比如厚脸皮，再比如四海八荒加起来都不及他的小狐狸一根头发重要的霸气护内。下面举几个例子。1日，太晨宫湖心亭，帝君与连宋下棋。连宋笑道：帝君，我听闻那魔族邵婉的弟弟与帝后走得近了些，令帝君有些苦恼。帝君没有抬眼，沉着声音道：你想说什么？连宋摇着扇子，表面上是劝慰，实际上心里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。嘿嘿，其实帝君大可不必为此事伤神。帝后对您的情谊日月可见，其他人就算在他身边转悠转悠，也没什么妨碍。帝君挑眉，依然没抬眼。3殿下竟是如此心胸豁达之人，那本帝君就放心了。连宋疑惑：帝君放心什么？帝君悠悠道：听闻王妃甚是爱读爱写画本子，还打算自己写书，术业有专攻，正好本帝君坐下内司命星君于编故事之途颇有造诣，不妨命他给王妃多讲讲如何能编出好故事。连宋不敢再往下听，连忙堆着笑说道：帝君，嘿嘿，星君平日里事务繁忙，实在不能再劳烦星君了。嘿嘿，帝君，您就当我什么也没说，我这点心胸怎么能跟帝君您相提并论？帝君挑眉，抬眼随意扫了一眼连宋，年轻人心胸不够宽广也无妨，
锻炼锻炼就好了。连宋以万念俱灰。帝君凤九沉睡归来后，与凤九大婚前的300年中的一日，碧海苍灵，原本碧空万里，风和日丽，却突然间变了天色，乌云及雨霎时袭来。凤九看着窗棂外的大雨，好奇道：“不是说碧海苍灵四季如春，常年晴朗，无风无雨吗？”他身后的帝君笑着答道：“这雨是我故意为之的。”凤九转头看向帝君，笑颜明媚：“为何？”帝君一看着凤九，双目透着柔光：“你可还记得凡间那场大雨？雨中我背着你走回汉旦院，湿了鞋袜。后来你断尾那晚做了个梦，梦里还不忘对我说，以后等雨停了再走回来可好？”凤九随着他的话语记起那个似真非真、美好却短暂的令人心痛的梦境。可那是他的梦，他又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难道那晚他真的来过？凤九红了眼眶：“东华，那晚原来不是我做梦，你真的来看过我是吗？”“不错。”帝君抬手拂了拂他脑后的黑发，说道：“后来归了位，我想了想，你爹娘都有仙法，你爹他雨中背你娘亲，定是为了哄他开心。你想的一点不错。”凤九敛了敛沉湎于伤感过往的神思，又露出明媚的笑容，打趣一般的说着：“东华，你不是不理红尘俗事吗？怎么如今揣测起别人的情思来，这么在行？”帝君轻轻一敲凤九的小脑门，眼角攒笑：“还不是因为一只傻乎乎的小狐狸。”继而望望窗外的雨，说道：“走，我背你出去逛一圈，这次保证不会把你鞋袜沾湿。”凤九心里美极了，乖乖随着帝君出门，扶上他坚实宽阔的背，双手圈住他的肩，小脸贴着他散在身后的流泉般的银发。帝君捏了一个诀，将一个防雨又贴身的仙罩附在他两人身上，背着凤九走入眼前这朦胧的雨雾中。碧海苍灵华泽之上，紫衣红裙一双伉俪倩影，缓缓穿行在大雨之中的庭院树影间。青丝银发相互缠绕，交错出绵密婉转的情意，一前一后，一高一低的两双眉眼蕴着笑意。雨滴滴落在脚边，隔着仙罩落在两人身上，轻轻敲打着两颗微微颤抖的心，渲染着这温柔缠绵的气氛。往事与今宵慢慢重合，凡世间那场寻常的雨似乎穿越时空，下到了此刻的碧海苍灵。昔日那场短暂的温存绮梦，仿佛醒来后就美梦成了真，真实的能听清彼此有力的心跳声。一番颇有情趣的雨中漫步后，两人回到屋里，撤了仙杖。你看你设仙杖时也不仔细些，我倒是完好，你自己鞋袜却都湿透了。凤九嗔怪道，同时蹲下身去就要给帝君脱鞋子。雨水寒气重，脱了鞋子好好在热水里泡一泡吧。我法力还没有恢复好，竟连仙杖都设不好了。帝君声音轻轻的，低低的，很有磁性。都说足凉则身寒，九儿，我身子有些冷。凤九一听便心疼着急，丢下手里的他那只被雨水浸湿的鞋子，一把扯过被子来盖在他身上，还围了好几圈，认真地看着他问道：“好点没？”帝君太了解这只小狐狸的脑回路，并不灰心，只是淡定自若地看着他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被子不会发热，围着也无甚作用。”没等他说完，一只红狐狸跳上他膝头，窝进他怀里。小狐狸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他，心里说着：“这样就好了，我的皮毛抱起来可舒服可暖和了。”帝君觉得他的思维奇异的着实好笑，不过这样也算得逞了。他一面抬手带了些许仙力，轻轻一拍小狐狸的额头，一面悠悠说道：“人参就好。”红狐在他指尖轻触后，立时化成一个红衣少女，横躺在他的怀中，被他紧搂着。少女有些惊，有些羞，红着小脸娇嗔道：“你怎么总是这么不正经？”帝君笑道：“我说过，只对你一人如此。小狐狸，抱一抱我可好？”“我冷。”凤九莞尔一笑，脸颊上的两片红霞渐渐褪去。她并不是扭捏的女子，心爱之人向她索取怀抱，她兴奋喜悦还来不及，哪有太多时间害羞？她稍稍坐起身来，伸出双臂圈住帝君的身子，头埋在他的脖颈处，还撒娇似的蹭了蹭。帝君被他蹭得心痒，有些冷的身子一下子热了起来。还有一回九重天朝会上，自从沉睡醒来后就鲜少出席的东华帝君，这日闲来无事出现在了凌霄殿上，并为着纯白朝服，只是一袭紫衣便装，浩浩银发束在脑后，随意缩了2个髻。
他的9几回东荒处理事情了，他本是要跟着一起去的，怎奈他不同意，说自己1、2日也就回来，要他好好照顾滚滚，他也只好听他的。小狐狸不在，他做什么都少了去媚，忽然想起好久没去朝会，觉得去厅上一听也无妨。在他看来，四海太平的朝会上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什么一族又有哪个长老存有不臣之心啦，什么长海鲛人族又打算派哪位公主联姻啦。而帝君听得甚是无聊，正打算起身离席，只听得金葵高座之上，天君夜华的声音悠悠传来：今日西南荒魔族有些异动，不知帝君可有耳闻？帝君挑眉，心中有些个大概。哦，夜华君说道，此事的起因是3000多年前，帝君惩治了赤之魔族魔君同长公主那事。帝君淡淡瞥了他一眼，未语。夜华继续道，近日来，那赤之魔族中素来忠心于君主的长老们有些说法，说他们堂堂魔君公主被贬低到荒地已有3000年，折磨惩罚的甚是凄惨。不知帝君可否收回成命，让那2人回到西南荒？是啊，帝君，听说近些年那几位长老手里渐渐有了些势力。如今始祖少婉虽是回来了，但他始终也是驾驭了墨渊上神，即便还担着始祖女神的名号，魔族上下却不怎么归附了。再加上少婉始祖自归来后就失了大半修为，怕是想要压制住几个魔族分支也有些费力。连宋君做了一番审时度势的中肯言论，说完还看向帝君，等着他给个反应。当初本帝君为何处罚赤之魔君同公主姬恒，想必在座的诸位都清楚。他2人意图诬陷的是青丘女君，如今本帝君的帝后，无论是哪个身份，按照天族律法，对他2人的惩罚都并不为过。对此，本帝君不想再多费口舌。帝君目视前方，未看任何人，冷眼中有决绝，也有轻蔑。继而他微微抬眼看向天君夜华，仿佛只是在闲聊今日午饭吃的什么那样平静，却不怒自威地说道：几个长老而已，也值得天君挂心。若是他们真打算反，本帝君倒还挺希望他们能过了少婉墨渊那关，也好过来祭一祭本帝君的苍河剑。此话一出，整个凌霄大殿寂然无声，众神包括天君夜华都心里打着冷战，心想帝君您厉害，有您这句话撂着，什么赤之魔族，什么魔君公主长老，哎，怎地怎地，我们不管了。这是过去几日后，哈冯阿离4干200岁生辰，庆云殿照例办了一场家宴，前来赴宴的帝君帝后夫妇2人一如既往的十分恩爱。帝后往帝君身边着吗？一坐，整个一软萌小娇妻的样子。帝君对着帝后也是含情脉脉，软语切切，体贴备至。一旁的夜华和连宋看得颇有心得，感佩之至，心想这与前几日朝会上那个气场强大、震慑天地的帝君是一个人吗？或许他们这些晚辈早已经离远古洪荒那个战乱的年代太远了，但只看帝君如今骨子里透出的那份皮托天地的霸气风度，或许还能找到些许那个昔日天地共主的影子。不过就算杀红了眼，双手染血，平定四海，危及八荒的东华帝君他们没见过，他们却见过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家人在侧便旁若无人，为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而与天相搏的东华帝君，这么一算还是赚到了。番外之帝君的套路。太晨宫湖心亭，连宋来找帝君下棋。连宋摇着扇子，表情却有些严肃。帝君，我跟程昱成亲200年了，都没有一儿半女，你可知为何？帝君抬眼，有些同情地看着他，莫非你有何隐疾？连宋狠狠被呛了一口，心中羞愤却不好发作。当然不是。帝君，你跟夜华天天把孩子往元吉宫送，程昱哪还有时间跟我？我们，帝君你懂的。帝君盯着连宋，挑了挑眉，不以为意道：我倒不觉得这耽误了你们什么。滚滚他晚上还是回太晨宫睡的，难道阿离住在元吉宫了？连宋。又一日，太晨宫6角凉亭，帝君握着卷佛经，凤九在一旁陪着，替他添茶。凤九，帝君，你觉不觉得我们对滚滚太不关心了？帝君视线从佛经上移到凤九脸上，盯着他说：你叫我什么？凤九害羞：东华。哎呀，你别打岔，我是说，是不是我们太少陪滚滚了？为何突然如此说？凤九有些心虚，吞吞吐吐道：就是忽然觉得好像是这么回事。帝君心中了然，挑眉说道：
前几日三殿下来同我下棋，他说多亏了有滚滚陪着程昱，不然他平日四海政事繁忙，程昱一人在宫中免不了寂寞。凤九纳闷地说：啊，怎么会？他明明跟我说滚滚阿离总往元吉宫跑，搞得他没法跟程昱两人世界，头疼得很啊。说完，他见帝君一副我就知道的得意样子，立马反应过来，他这是让帝君给诓了。凤九嗔怪道：帝君，你又诓我？帝君挑眉盯着他低声道：你叫我什么？凤九害羞：东华。又一日，连宋实在不甘心就这么被帝君搪塞，于是又来找帝君下棋。连宋摇着扇子：帝君，我觉得男孩子应该多历练。帝君眉抬眼：你想说什么？连宋笑道：滚滚也不小了，我觉得帝君可以送他出去历练历练，既长本事又长见识。帝君抬眼扫了他一下：三殿下有何提议？墨渊上神乃天族战神，为人又板正耿介，座下的17位弟子个个德才兼备，如果将滚滚送到昆仑虚拜师，定是极好的。这会正巧凤九端了一盒坚果走过来，听到了连宋的话，他觉得有些道理，不过又不舍得把滚滚送走。三殿下说的有理，可滚滚才300岁，淘气得很，怕是到了昆仑虚会给墨渊上神添麻烦。连宋，娘娘你这么想，就未免小看墨渊上神了，上神教了那么多徒弟，还搞不定滚滚。凤九没话说了，他看看一旁的帝君，发现他家帝君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随即又转了视线，看着连宋云淡风轻地说：你觉得本帝君的儿子还需要拜他人为师？连宋心说：靠，我又白费口舌了。当日夜，帝君教完佛经回到寝殿，凤九正趴在榻上看画本子。帝君脱了外袍，在榻边坐下，伸手摸着凤九的长发：还不睡？凤九放下画本子，翻身坐起来说道：东华，你打算亲自教滚滚术法和剑术？不错。凤九讨好地笑着说：嘿嘿，那我也可以学吗？你？帝君挑眉：可以。凤九兴冲冲地往帝君跟前凑了凑：真的？嘿嘿，那你什么时候教我们啊？在这之前，你是不是应当把你们母子2人的术修尽了？帝君的眸子里闪动着狡黠的光芒，嘴角勾起邪魅的一笑。凤九跟了帝君这么久，对他的套路已经有了些认识。他有种预感，什么术修？他小声嘟囔着：帝君你也未免太小气。帝君贴近他，近到他能感觉到他呼出的温热气息。你叫我什么？凤九。东华。话音刚落，他就被帝君压在身下，进了一顿术修。凤九不论是婚前还是婚后，总被他家帝君套路，对此他总结了一些心得。有一日他去洗梧宫找姑姑喝茶聊天时，就说起了这个问题。凤九一本正经地说道：姑姑，我觉得我总被帝君套路，是因为我年纪太小了，帝君都36万岁了，自然什么都见过，什么都知道。白浅一愣：可是我比夜华大，他怎么也总是套路我？凤九：那他成功了吗？白浅点点头。凤九这就奇怪了，这么一来，他好不容易总结出的道理就不合理了。喝完下午茶，他带着疑惑回了太晨宫，见帝君正在湖心亭自己与自己下棋，便上前问在他身旁坐下：怎么今日三殿下没来同你下棋？帝君放下了一枚黑子，看了看凤九道：他大约是灰心了。凤九以为帝君的意思是三殿下总被帝君赢得很惨，所以失了兴致不来了，便也没多想，而是又想到了关于套路的那个疑问。他觉得帝君既然爱套路他，那肯定也能解答他这个问题，便问道：帝君，我以为我总是被你诓，是因为你活得久，而我还太小，可是方才我去洗梧宫，姑姑说她也用被姑父诓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帝君把目光从棋盘上转移到凤九脸上，直直看着他说：你叫我什么？东华。凤九不满：你又打岔，快回答我的问题。这还不简单？帝君挑眉，一派从容地说道：诓与被诓不是年纪的问题，而是头脑的问题。凤九。番外之纪念日，9月15，帝君与凤九的成婚纪念日，一转眼已是第500个。碧海苍陵，一大清早，凤九准备了帝君最爱吃的几样小菜和菌丝冬葵粥。凤九帮帝君盛粥：东华，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小狐狸，你莫不是当我老糊涂了？
帝君对凤九的问题不大满意。凤九笑嘻嘻地把盛好的一碗热气腾腾的粥放到帝君面前，那你打算送我什么礼物啊？之前的纪念日，帝君送的礼物他都甚是喜欢，像是什么凡间一日游啦，银河上泛舟啦，百只瑞鸟招凤起舞啦，不知道这500年的纪念日，帝君会带他玩什么，想想都高兴。帝君看透了他的心思，挑了挑眉，逗弄他道：急着要礼物？凤九眼巴巴看着他，扯着他的衣袖撒娇：东华，你带我去哪玩呀？帝君笑得颇有深意，凑近了凤九，低沉着嗓音说道：那你送我什么礼物？凤九一时发懵，狐狸眼珠转了转，随即笑着说：你想要什么呢？我想要什么都可以。只要我有的。我记下了。帝君笑着点了点头，撤回了贴近凤九的身子，从容地吃了一口粥，淡淡说道：吃饭吧，吃完跟我走。凤九见帝君这么说，心里跟脸上都乐开了花，连忙往帝君碗里夹菜：嘿嘿，东华你最好了，多吃点，等会才有力气玩啊。帝君盯着殷勤的小狐狸，又是一笑。凤九满心期待，随着帝君来到了第7天的圣地妙华镜跟前。它虽然叫做镜，却是一面巨大的瀑布，出自东华帝君之手，可以看到数十亿凡世中任一世的兴衰演变。除此之外，只要稍施法力，还可以看到施法者的前世今生。这么有趣的一面镜子，只因它灵气太盛，寻常的神仙根本招架不住，离得稍微近了一些便头晕目眩，是以万万年来将此处当作读书修气之所而来的，只有帝君一人。帝君画出一部分修为成了天罡罩附在凤九身上，以保他不会被灵气灼伤，随即牵着他的手走进妙华镜。东华，这不是妙华镜吗？不错。帝君看着凤九说道：你可知它是做什么用的？我在上古典籍里看过，说它可以看到任何一处凡世间的模样。是真的吗？不错。除此之外呢？还有别的用处？帝君眼神温柔起来：小狐狸，你想不想看看我年轻时征战天下的样子？凤九一愣，他的意思是想让他看看他双手染血杀红了眼的模样。他有些失神，却不由得笑了，想，随即立刻回过神来，笑意更甚道：什么叫你年轻时候？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老了？帝君听了挑眉道：你觉得我老吗？明明是你自己说的。凤九冲他做了个鬼脸。帝君笑着一把将他揽进怀里，右手一挥，白色的仙泽流入眼前的妙华镜。只见那片瀑布似乎受到感应，光滑的镜面蒙上一层淡淡的白雾。不出片刻，雾气散开，镜中出现一片花海，是佛灵花海。碧海苍灵的佛灵花海，成片的紫色小花随风攒动。花海的深处，一个宝蓝色的身影十分熟悉。那人披着天河一般的浩浩银发，额间戴着一枚墨蓝色宝石护额，剑眉星目熠熠生辉，闪动着寒冷坚毅的光芒。那正是昔日的东华子府少阳君。他一转身便消失不见，镜中的景致也换了个样子，美好的佛灵花海不在，而是变成了千军万马奔腾而过的战场。狂风和着马啸声呼呼而至，空气中充满了你死我活的拼杀气息。杀气中央，宝蓝色战袍的少年正挥舞着苍河剑，一招一式快得就像身旁吹过的风。凤九根本来不及数过了几招，总之很快的，他便将对面的黑子男子打得一口鲜血倒的，再也爬不起来。那男子一倒下，他身后的一众兵将立刻失了主心骨一般，正欲撤逃。只见银发少年面色冰冷至极，一个飞身落于敌方阵营，挥剑挽起千万道凌厉剑气，剑气汇成一股剑流，以他为中心震荡着向四周波及开来。一时间，那远古的战场就好像翻滚着千层浪的苍茫大海，将敌方兵马尽数湮灭。还未等凤九看到那风平浪静后的一具具沉尸，镜中画面又转，不是战场，也不是花海，而是烛光有些微弱的营帐中。帐中坐着一个银发少年，他没有穿着战袍，只穿了白色的里衣，而且胸前居然染着几道鲜明的赤金色。凤九紧张地抬头看向一旁的帝君：你这是？他淡淡笑道：流血了。他转头继续看镜中，银发少年平退了2位将领，而后褪去里衣，露出了胸膛处深可见骨的2道伤痕。
他拿起手边的白纱布和剪刀，就着不甚明亮的烛火，动作十分娴熟地处理着伤口。帝君见凤九眼眶红红的，便轻轻拍着她的肩头哄道：“傻丫头，都过去了。”凤九把头钻进帝君怀里，带着哭腔说：“东华，不是说你做了天地共主后打仗再没见过血吗？”帝君扶着她的背说道：“你看到的是我当天地共主前，那黑衣服的男人是蚩尤。”凤九一惊，抬头道：“这就是上古最著名的涿鹿之战。”“不错，你看到的只是最后一段，这场仗打了足足半月，我们这一方也折损了不少兵马。”帝君神色淡然，仿佛在讲一个跟他没什么关系的故事。“我在史籍中看过这场战事的记载，经过甚是惨烈，不过倒没提你受伤的事。”帝君望着凤九的眼睛很深邃：“九儿，你看到的不过是我过去受的1/1000的伤，杀的1/1000的人，难道每一笔都要记在史书里？”他说得很轻巧。东华，凤九却哽咽了，眼角湿湿热热的。他拉起帝君的大手，他的手有些凉，他把它放在心口，想将它捂热。他说：“都过去了。”他见他哭了，心下有些慌神，抬手把他往怀里紧了紧，下巴放在他头顶上轻轻蹭着，声音无比柔和说道：“九儿说的对，都过去了，不哭了，乖。”凤九在帝君怀里抽泣了一阵，忽然抬头看着他说道：“我想看看这场仗的前部分。”“你确定？”凤九点头。帝君看了他一会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抬手又是一挥。妙华镜上一层雾气，拨开雾气，之间苍河剑高悬于天际，茫茫剑气排成一道高耸入云的屏障，将这战场分隔成两边。一边是帝君和蚩尤率领的千万兵将，另一边是神族众将领。凤九记得，根据史籍记载，蚩尤擅长布魔阵，他收集了10万个惨死在神族手里的恶灵，将他们封印在10恶莲花镜中。涿鹿之战中，他解开了莲花镜的封印，10万凶灵现世，瞬间祸乱了神族将士的神识，使他们开始自相残杀。恶灵的怨念太过深重，帝君若要破解此阵法，须得一时半刻。于是为保住手下兵将，帝君才用苍河剑的灵气化成仙障，将那10万恶灵与他们隔开。此时镜中不见了那些恶灵，想必是已被帝君消灭了。然而破除10恶莲花镜的阵法还只是个开始。帝君一人力战蚩尤30万兵马一事，也是上古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镜中的帝君身上的宝蓝色战袍已不知道是被谁的血染得发黑，他动作太快，快到根本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。凤九猜想，那一定是让人不寒而栗的冷峻之色。他抬手收回苍河神剑，于敌人中敏捷的旋身挥剑，进攻为主，防御为辅，攻受穿插交替，进退有度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头先苍河剑气形成的屏障渐渐退散，稳回了心智的神族众将士集结阵法，将被帝君斩杀近大半的蚩尤兵马团团包围。凤九看见刀光剑影和满地尸骨中，帝君奋力地支撑着。他许是太疲了，招式慢了下来，不过依然苍劲有力，透着决绝杀气。他看清了他的脸，跟如今一般无二的旷世俊颜，却比现在清瘦的明显，也苍白的明显。他额间的墨蓝宝石护额闪着寒冷的光芒，将他整个人笼罩上冷肃的气息。这个帝君的眼神令凤九觉得有些陌生，并不是不爱，而是更心疼。他心下紧紧揪着，泛起丝丝痛楚。身旁的帝君觉察到凤九的心情，抬手一挥，将妙华镜中的印象引了去。还未等他开口安慰，只见凤九抬头看着看，没有伤感，而是双眸透亮，声音温柔无比，软软糯糯地说：“东华，你什么样子九儿都喜欢，喜欢得不得了。可是九儿舍不得你受伤，也舍不得你不开心。嘿嘿，你给我看这些，是不是想让我更疼你？”帝君看着怀里的小狐狸，笑了。他轻轻捏了捏他的小脸，说道：“九儿真聪明，为夫的确有这个意思。东华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那身上的血有多少是你自己的？”帝君回忆了一下，大约1/10吧。那先前我看到的那2道伤口呢？那是后来的。凤九心口闷闷的哦了一声，他这个反应让帝君觉得很是受用。他问他：“心疼我？”凤九点点头，又问他：“东华，
我姑父和哲言受了伤，都藏着掖着，不让我姑姑和四叔知道，为什么你却要让我看你受伤呢？帝君一本正经地答他，因为为府比较脆弱，更需要你的疼爱。凤九说，你我心里的伤才过了3000年就痊愈了，你可知为何？为何？他轻轻问他。他不是不明白，只是更想听他说，因为你身上的伤是你一个人硬挨过来的，而你我心里的伤是我们2个一起把它治好的。他摸着他胸口上曾经的伤处，又说，以后不管你还会受什么伤，我们俩一起扛，一定比你一个人好得更快。帝君眼眶有些发红，半晌后方柔声地回他，好。